家好，我是蓝小胖。这次旅程我们将展开为期8天7夜的福州自由行。今天第一天的行程是从高铁出发，转乘台铁抵达基隆港。车站出口就是我们的登船地点。这是今晚要搭乘的船新台马轮，从基隆港出发前往南竿码头，中间会经过东引。登船后，先来欣赏一下充满魅力的基隆港夜景吧。从这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，发现与平时的基隆有着截然不同的迷人景色。这是今晚要睡觉的地方，经济舱单人床，床铺平整干净，有小灯插座。美中不足的是保险柜是坏掉的，或者是我不会使用。车赶了，浪看起来还行，本来担心浪太高会停航，但看到美丽的夜景之后，心情整个都舒服起来了。哼哼。一整个晚上睡睡醒醒，超不习惯。如果会晕船的人，可能要改成坐飞机的方式出发。总算抵达福州市了。从昨晚基隆出发到今天中午抵达福州。我们是出发前就已经联络好台路通，会提前派接驳车来港口接送到福州市区。我们住宿在地铁站旁的酒店，房间很干净，但是出门前记得要把贵重物品带在身上，因为每天都会有清洁人员进来打扫房间。接下来的日子是慢下来的时间，吃饱喝足后，漫步于周边的街道，沿途散步，发现茉莉大街，享受一场属于都市人的休闲时光。到处都有警用监视器，夜晚很安全。唯一要担心危险的是荷包里的钱钱，很容易变成身上的赘肉，跟你回家。闽江是福建省的母亲河，也是福建省境内最大的河流。它发源于武夷山脉，一路向东奔流，最终在福州注入台湾海峡。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福州和建州的千年历史，更是古时候茶叶外销的重要命脉。如今沿着闽江夜游，璀璨的都市灯光与历史古迹相互辉映，展现出独特的山海活力与文化魅力。有点累了，早点回饭店睡觉去吧。第3天，先来办理门号，再到对面的银行开户。我是从台路通预约了2年240元人民币的门号方案，为了以后旅程方便，选择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据点的6大银行。但由于我只有台胞证，目前只有工商银行接受我的开户申请，并且有 APP 可以使用，有微信线上真人客服，账户相关问题可以手机直接询问，很安心。现在镜头前这地方是闽江之心的中洲岛，位于闽江中央的沙洲，外观为全欧式堡垒建筑群，被誉为南台明珠。解放大桥直接穿岛而过，入夜后灯光衬托下，宛如一座江上的魔幻城堡。随后我们将心情放空，找一个咖啡角落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
滑手机耍废找美食，发现网友都推荐的朱富贵海鲜火锅，目前在福州、厦门、泉州、漳州等福建主要城市皆有分店。由于是平日接近5点过来，还没到晚餐时间，店内很空旷、明亮、干净。吃饭时间一到，人潮瞬间涌进客满。主打1人1锅，海鲜自选，按盘计费，打破海鲜高价的传统印象，以平价高 CP 值著称，提供丰富的鲜活海产。菜品依据不同颜色的盘子区分价格，海鲜种类很丰富，而且都是活的。看那白虾、草虾上竹签，是为了不让它乱跑。朱富贵是以盘计价，铁盘有分大小，但价格是一样的哦。无论是海鲜、肉类、蔬菜、饮料、啤酒等等，样式超多。这次汤头是选择牛油香辣汤底。桌上的皮皮虾，在我拿回桌上之前，虾子就全跳光了，剩下空盘，看有多新鲜。只好拿着空盘去海鲜吧台重新交换1盘回来，但我又多拿了1盘，因为真的很新鲜。即便到桌上了，还是要小心皮皮虾会逃跑。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，来到福州，怎能不追寻一下闽江最璀璨的夜色？从朱富贵打车来茉莉大道，走到登船口，搭乘船只从台江码头出发。平日游客较少，不那么拥挤。这次旅游时间是3月份，天气凉凉的。上船直奔2楼，赏景好位置。随着游船缓缓移动，甲板上微风徐徐吹过，整座城市的繁华就在眼前如画卷般展开。前方迎来第一座是历史悠久的闽江大桥，简洁的线条在夜空下被灯光点亮，仿佛一条横跨江面的蓝色丝带。紧接着是鳌峰大桥，左边是万达广场，两岸高楼的现代灯光秀与桥身相互辉映。五彩斑斓的霓虹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，流光溢彩。船上有提供热饮茉莉花茶，可以免费取用。返程时，大厅会有舞蹈及茶艺表演。表演结束后，继续上2楼欣赏闽江的美景。让夜色的光影为我们今日的旅程画下最美丽的句点。
第4天一大早，我们就乘坐计程车来到福建博物馆。今天虽然是平日，但蛮多游客来参观的。福建博物馆坐落于福州市的西湖公园之中。推荐你租赁 AR 导览眼镜，能帮助你理解那出土文物的原始用途是否与你想象一样。是国家1级博物馆，馆内目前免费参观。馆藏文物超过数万件，我们当天整整看到下午3点才离开。离开博物馆之后，坐车来到福道，也称福州城市森林步道，买点零食饮料，走进5号入口，享受这份悠闲的宁静感。沿途有许多休息点，看着美景，来个简易小野餐吧。我们从5号口进来，打算从7号口离开。如果你有兴趣爬山，可以尝试从1号口进来，在福建博物馆对面就可以进来咯。但这路线是最远的，要走很久哦。还要注意，福道在晚上10点就会关闭哦。沿途都有休息点、厕所、垃圾桶。走到这路线最高点，刚好入夜。福道亮起温柔的灯光，蜿蜒的线条与山脚下的万家灯火相互辉映，宛如一幅流动的城市夜景画卷。带着这份独特的浪漫从7号口离开，今天又度过了精彩的一天。第5天，从酒店坐公车出发前往烟台山。这里是充满故事的老街区。清末开放通商后，烟台山逐渐发展成洋人的居住地点，也留下一堆近代历史建筑及商户。不同风格的老建筑散落在街巷之间，斑驳墙面与红砖洋楼记录着岁月的痕迹。路边看到传统的麦芽花生糖，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吃看看。许多领事馆、教堂等等建筑曾在这里留下足迹，也让烟台山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。历史与现代在这里自然交汇，每一栋建筑都藏着城市记忆。应王应山的《闽都记》记载，藤山齐迈一起一伏，如瓜引藤，更5、6里，故名。山顶有个古烽火台遗迹，民间称该烟墩为烟台，烟台山便因此得名。明朝时期开始建设盐仓。
故此地还俗称岩仓前、仓前山，简称仓山。仓山区的区名由此而来。被闽江包围的此处也称南台岛。古时候，烟台山的山边长满梅树，梅花盛开时香飘10里，所以南台岛便拥有了琼花玉岛的美誉，也有梅屋之称。来到福州，别忘了留点时间走进烟台山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。这里随意乱逛，都能发现不一样的新天地哦。这边一整区都是烟台山，红线是我走的路线。逛完烟台山，我们坐车来到上下杭。福州上下杭位于台江区老城之中，这里由上杭路、下杭路一带组成。过去的上下杭曾经是繁华的商业中心，也是重要的航运码头与商贸街区。而现在是福州的著名景点及旅拍打卡地点。漫步在一砖一瓦之间，藏着闽商往日风华。古厝、石桥、河道，串起街区的历史。沿着河边，看着街景，喝杯茶，惬意人生。街巷不算宽阔，却充满生活温度。白天适合慢慢走，欣赏古厝细节。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自然交汇。老建筑被重新活化，变成店铺与展馆。夜晚灯光亮起，街区多了浪漫气息。古装女孩穿梭在浪漫古街，留下美丽的回忆。人来人往的氛围，值得细细品味。今天2个行程都在附近，吃吃喝喝逛一整天。走回河畔旁，游客乘坐小船，欣赏两畔风采。第6天，早上安排了一个特殊行程，就是来体验一下当地的超市，找了一间当地具有代表性的超市——永辉超市，地点就在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旁边。走近一入眼，就感受到整个商场干净明亮。接近中午，餐饮区陆续满桌，
决定先来吃个午餐，再开始逛街。美食街的种类很多，选择困难的症状又开始复发了。决定先吃再说，等等再进卖场吧。吃饱一走进来卖场，甜食灵魂又开始蠢蠢欲动啦。不该吃太饱的，错过饭后甜点了。甜点区逛一大圈，开始后悔先吃午餐的决定。卖场熟食区很特别，各式各样的熟食料理，师傅现场制作。每一个厨师都全副武装，可惜吃饱了，不然真想尝鲜一下。果汁及各式水果切盘，好方便。种类超多样。对于爱吃水果的我，这卖场真是一大福音。此区我取名为“能动口绝不动手专区”。走到这里，我真心建议一定要先进卖场逛，千万不要先吃饭。你看，这次无缘了。喜欢吃蜜饯果干的朋友，也可以来这里买哟，种类超多。我每个都想要尝鲜看看，但我吃不下了。卖场活体海鲜专区，太猛了！每一只都在等待有缘人。烧烤多样食材直接帮你准备好，回家起火就能开烤咯。连吃火锅用的食材也有，你看看这个肉盘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今天来体验超市真的是明智的决定，太嗨了！下午来逛福州三坊七巷。位于鼓楼区老城中心，以南后街为主轴，串起三坊与七巷。三坊指的是衣锦坊、文儒坊、光禄坊，七巷则分布在南后街的东侧。
从细节里看出政府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保护。废话不多说，该是败家买东西的时候啦。这里有很多伴手礼的选择哦。逛累了可以来这间霸王茶姬休息一下，喝杯奶茶。2楼有一个舒服的休息区域。假日这边是人挤人哦，平日比较不会那么拥挤。靠窗还可以看外面街景，放空休息一下。今天就告一段落啦。第7天，早安。今天准备利用小三通坐船回台湾，从福州市区坐车约30到40分钟来到郎崎港。这次行程船班是在下午。到了马祖之后，先到预定的民宿放行李，休息等待明天早上的船班回台湾。第8天一早搭乘新台马轮回台湾，抵达基隆港的时间会在傍晚5、6点。接下来整理一份本次的行程表，如果你是初次来旅游，可以参考这份攻略，可以帮你节省不少时间，少走些冤枉路。在行程中间，我们也吃了很多小吃。如果你是选择乘船来回，要注意浪高，有可能会停航。优点是来回的交通费非常便宜，来这边旅游可以很安心，因为很安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次旅游大约的花费金额，这个金额不包含伴手礼的费用哦。行程都以福州市区为主，我们交通往返都是坐船。福州物价消费很接近台湾，但 CP 值比台湾还要高。以上是2个人合计费用，期待我们下次的旅程吧。